分头找，慢走。木奈，你去那边什么？ 这应该就是最后一块琥珀，你赶紧送回去，这里我来解决。莫代呢？他和你一起出去的，他怎么失踪了？不记得了。那就好好再想一想。我说了，我记不清了，快把我放了，信不信我报警？ 我这辈子亲近的人不多，最恨别人对他们下手。我的朋友、兄弟、爱人，我最恨别人来动。你回想一下发生了什么事，好好想，想不起来的话，我帮你想。我第一次见你，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让我觉得。 又畏惧，又兴奋。不光是你，还有你的朋友，想躲开，但又想靠近。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。我想办法接近你的家人。 2楼有个房间，我觉得很清静，但是门一直锁着，我进不去啊。这次你们回来，情况又有了新变化，像是有一个声音在一直召唤着我过去。姐姐，2楼不可以。 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房间门口了。脑袋里却一直想着，想什么？把木代吊死。然后呢？ 然后呢？然后我给他下药啊，把他带到了这里。然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 然后呢？他打我！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木代呢？我进不去了！他打我！说明都是实话了，上了半天医生我肯定会没事的，说不定现在就回家了啊！我去找他。由于这会儿小罗哥在忙。 就由我来为大家做实地记录，以便日后讨论。
注意了，水影出现了。八家院不是烧了吗？怎么又修复了？被烧的女人怎么也康复了，还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？以上就是这次水影所展现出的故事。但是有点奇怪，你这个院儿烧了还能再建，人烧了能跟没事人似的？这故事情节难道是倒叙，从后往前讲的？那个，你小时候和小野人是好朋友？他也配？我去了月亮山，他在山洞里画了很多画，画的都是你母亲带你们俩玩。没错，我妈那时候怕他寂寞，会带我一起上山跟他玩。一个畜生还怕寂寞？你都进山了，就没有陪他玩过？当然不是，我高高兴兴的陪他玩，还教他画画呢。画画是你教他的？不然呢？一个畜生要是没人教他画画，他懂什么叫做画画吗？你不要张口闭口就是小畜生，能不能放尊重点？叫一句畜生就生气了？那你听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还不得气疯了？我高高兴兴的陪他玩，如果不这样，我妈怎么会让我单独的带着他？她又怎么会事事都听我的呢？你做什么了？我也没做什么，我就是摘了个蘑菇在嘴里嚼，然后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，口吐白沫。你装中毒啊，然后让他带你去寨子。进了寨子我就好了，我大喊，我大叫，我让村里所有的人都来看他。你真该好好看看他被人砸石头的样子。你够了！我告诉你，他就是活该。我本来有个幸福的家，就是因为他全没了。我妈不要我了，我爸给我找了个好妈。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？都是因为那个小畜生，他活该。连小姐，你根本就不懂他们对你的爱。你有一个有情有义的母亲，你还有一个正直、善良的妹妹，你都失去他们了，但不是他们不要你，是你不配，你从头到尾都不配。
对了，刚才嘴里说的小畜生，在我看来，比你更像人。那女孩太惨了，都被撞飞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撞成这么惨啊？警察都来了。哎呦，你看这满地的水渍，看血。对呀，哎呀，这这么惨，你说这人能活吗？哎，我听别人说这人都撞得血肉模糊了。哎呀，你说他家人知道要多心疼啊！哎呀，你看，医生，医生，快！我儿子受伤了，快！医生，我是家属，他怎么样了？你是家属啊？对，头部有外伤，按 CT 检查未见颅内出血，但是情况不明，来到 ICU 观察。那没事吧？得观察观察。那个床的病人呢？出院了，出院了。办了手续，天不亮就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有个东西落床上了。喂，张叔在吗？没在。张叔给我留了张纸条，他说和老板娘有急事要出趟远门，让我看着酒吧。我刚给他们打电话，一直没人接呢。好，我去找万婆后要消息。喂，喂。他在上面吧？可以让莫代在这边再待几天，我们再观察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久不见。这位何医生是我的老朋友，8年前他还在花城人民医院的时候就跟过穆代的案例。8年前，你不知道，或者你把8年前的事情和这位罗先生简单说一下。那年穆代15岁，当时我收养穆代也有10来年了。他很可爱，性格也很开朗。
你的，谢谢。走，我刚才还在找你呢。我们待会儿去哪儿？他在班上有一个好朋友，叫沈文，两人形影不离，好的就像一个人。但是后来出了一件事，他俩放学后会一起去一个补习班，但是有一天晚上到了11点，两人还没有回家，手机也打不通。我们后来找到老师，才知道他们当晚逃课。我跟文文的妈妈从学校开始一条街一条街的找，最后找到了一个巷子口。文文，大哥去哪？穆代的手机。没事，没事。文文，那是一片废弃的工地，我们找进去，看见了穆代摔在了楼下，脑后一大片血。后来我们在楼里找到了文文，我问他死了。穆代昏迷了好几天，醒来之后告诉我们，当天晚上他和文文逃课去看电影，没想到在路上碰到了小混混，所以他是因为这个才生病。那几个小混混很快就被抓到了，还判了刑。可是沈家的人失去了孩子，那种痛苦无处释放，所以他们就把错归咎于穆代。文文是班里的尖子生，一向乖巧听话，沈家一直认定是穆代怂恿文文逃的课。要不是你带着他出去，能发生这种事吗？再加上有人说，其实文文可以逃掉的，是为了救穆代才折回去。你给我妹妹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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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孩子，再后来，我替他，大家都不去指责那些流氓，都冲着穆代来。凭什么啊？穆代当时撞伤了头，对那件事情记忆非常模糊。沈家的人来质问，他根本没法辩解，那等于就是默认了。那你当时作为唯一能够保护他的人，你也没为他辩解吗？辩解？你让我怎么辩解？人家都失去了孩子，穆代好歹是活下来了。我也劝穆代忍一忍，忍一忍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但是直到那一次，穆代，没事啊，没事了啊。穆代，这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穆代，后羿不好，后羿。我还是死了比较好吧。别这么说，没事儿，穆代，有后羿在，后羿保护你。直到那个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穆代精神上出了问题，他变得越来越沉默，跟谁都不太交流。整夜整夜的失眠，我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就带着他搬了家，开始到处求医。就是从那时候，我认识了何医生。8年了，何医生一直在跟进这个病例。一直，穆代知道吗？穆代的病例十分特殊，在我多年的从业经验中都极为罕见。罗先生，
我听说你曾经是她的男朋友，现在也是。接下来你看到的和听到的可能会颠覆你对她的认识。当年我建议霍女士留意木代的日常行为，最好可以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一些视频，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监察她的情况。关你什么事儿？这事又不是你杀的人，你也差点死了。好不容易捡回半条命，还要赔进去，哭什么哭？你不懂，我真的很难受。你难受？你难受什么？是你杀的人吗？可是我真的很难受，我很想去死，我很想很想很想。这是我的身体，我的。好吧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怎么办？那就这样吧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突然自愈了。治愈？自愈？自己治愈？刚刚那算是双重人格。他的这种情况不符合双重人格的定义。双重人格每一重都是完整的，而且彼此不会进入对方的记忆。木代的情况不符合我们现在已知的任何一种情况。我的推论是，因为这次变故，木代心里承受不了这么巨大的痛苦，为了自救而分裂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自己。这一个，我们姑且叫做黑木代，理性、冷静，对人对事充满敌意。这一个，便是你熟悉的木代，温暖、柔软、可爱。视频结尾那句“那就这样吧”是什么意思？一黑一白，都在争夺身体的主导权。我猜测，最后这场争夺是以白木代占了上风。可是我看视频里，黑木代更咄咄逼人一点。那句“那就这样吧”，是双方争执后达成一致的结果。因为人终究是社会性的，白木代的这种性格更容易被社会和大众所接受，而黑木代选择让出主导权，沉默。除非身体在遇到极度危险和痛苦的情况下，才会因为自救而再度觉醒。
而且白木代似乎并不知道黑木代的存在，因为这远远超出了他身体的承受值。而现在，他回来了。我不想听你们长篇大论，我现在只想见木代。这个路吧。三兄，13000，33。这怎么了？你这一惊一乍的，都影响我对艺术的创作了。别创作了，出事儿了！我又看着幻象了。幻想？又开始幻想了？过程是这样的：今天中午我吃的特别好，于是呢，我就想给那个花圃松土，锻炼锻炼身体。我一铁锹下去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什么？一个洞。那我一铲子下去，我还能发现个洞呢？哎，这不是普通的洞啊，它是暗红色的。暗红色的，里面好像还有很多血丝儿，还都交织在一起，挺恶心人的。洞里还往外吹风呢。别虚了！你说是不是欣姐又开始出来作妖了？那还能是啥呀？那他们那些个能打的都不在，那我们我们俩这小罗哥也真是的，光说找着小师傅了，也不具体说说他什么情况。要不趁这个机会，咱们给他打个电话，问问情况，也同步一下咱的信息。对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知道了，你们保持警惕。我这头完事了，我就回去了。哎，罗润，那个小老板娘没事吧？她没事。那，擦擦吧。木代在楼下活动时，他喜欢一个人待着。你待会儿见到木代，要做好思想准备。他很不一样吗？你自己看就知道了。他有提到过我吗？那他还记得我吧？啊，记得，当然记得。你、曹延华，还有他新认识的红纱，他都记得。你别忘了，黑木代是可以进入白木代的记忆，只不过感情上会有一些不一样。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，就晚点再说。我准备好了。还好吗？挺好的。有双人模式吗？陪你打一把。我喜欢一个人打。两个人一起的话，会撑得比较久一点。
会吗？试试。两个人也没什么不同。还没结束呢。绷带，轻心带。这次运气不错，闯过了。不是靠运气，是这次有人和你行对。以前我遇到事情，总是一个人做决定；遇到麻烦和危险，都是一个人扛。后来，有个姑娘告诉我，我这种对于生命的态度，是非常不对的。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，有人和你分担，总比一个人死撑要好。你个杀人犯！哎呀，你们干什么？调了之后，是不是觉得咱俩还挺像的？又是同行，原生家庭又半斤八两的。还真是。星星惜星星，此事我应该干一杯。8年前的事情我改变不了什么，但以后我愿意和你一起面对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需要你啊？因为8年过去了，你还是没能走出来。我知道，不管是你还是小口袋，始终放不下对沈文的愧疚吧。害人的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愧疚？对，你当然不需要愧疚，因为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沈文死的责任不该由你来承担。要看电影的不是你，抄小路也不是你的主意，对吧？我向红姨了解了那天的细节。快点，木达，赶不上电影开场了。文文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去上课吧？来不及啊，大路来不及，我们走小路。好吧，走。哎，你好慢呀！可你出于愧疚，没有做任何辩解。因为死的那个是沈文，也因为他本来可以逃走的。别跑！这么重，你想砸死哥哥呀？这是！哎呀，哪儿去呀？快逃！快呀！放开我！救命！来人！也许在旁观者眼里，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我不知道沈文当时怎么想的。唯一确定的是，他很珍惜这个朋友。来，哥哥，文文。
沈家失去了女儿，但你不该替真正的恶人去承担这一切。你是不是以为这些就是真相？沈家人恨我是对的，没有我，文文不会死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激怒那些混混，让他们动了杀心的人，是我。可是霍子红说，你当年撞伤了脑袋，事后的你都不记得了。他是记不清了，可我不是他。所以，当时被拖上露台的那个人是你。你还不算太笨呢。他那么弱，把自己过得一团糟，哪经得起这么可怕的局面？还得是我，必须是我。所以黑幕弹不是文文出事后才出现的，而是……大哥，打他！现在还觉得自己很了解我吗？你说的要敞开心扉，共同面对，可是你藏着的秘密比他少吗？他把秘密藏着掖着，你也一样。你早就发现他不对了，可是你从来都不问，什么都没做，事到临头还口口声声说要共同面对。你不觉得自己可笑吗？你们俩真在谈恋爱吗？对彼此最深的心结都不知道，互相戴着面具，这样的关系，也配叫爱？还戴着？我以为我扔了它你会明白呢。什么意思？还不够明显吗？我不是你的小口袋，他呀，再也回不来了。干脆点儿，一拍两散，别为难别人，也别折磨自己。忘了告诉你，今天通的关，我上周就通过了，通关时间比今天短。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很明显，我不需要你。也许你说的对，我不了解你，但你始终有不敢面对的东西，对吧？如果不是因为审问，那你的心结又是什么？我先回去处理点事情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或者木乃有什么事情，就打给我。
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溺爱你，你才会这么弱。别挣扎了，没用了。你的人生我已经解惯。